退休白发老人回到厨房端盘子，年轻人在家放无薪假，百亿文旅古镇杂草丛生。这不是小说情节，而是2025年的中国现实。9月1号，中共强推企业强制缴社保的政策就要落地，不少中小企业为了活下去，干脆反向招聘60岁以上退休族。制造业从广东到长三角的裁员潮持续蔓延，一线工人薪资腰斩，而各地斥资数十亿打造的文旅项目正在被时间和杂草吞没。当老人抢着上岗，壮年找不到工作，景区成片空城，经济结构的失衡正在加速，社会矛盾也在悄悄聚集。如果这样的畸形现象继续扩散，下一步爆发的恐怕不只是经济危机，而是抗争潮。您好，这里是大时局要闻透视，我是王真。中共当局强制企业缴纳社保政策将于9月1号上路，引发中小企业经营压力剧增。不少餐饮业者为节省用人成本，已开始反向招聘，征召60岁以上的退休人员补职缺，这迅速引爆网络热议，甚至登上了微博热搜。根据规定，企业需为在职员工缴纳高达工资50%的社保费用，对人力成本占比高的餐饮业而言是个沉重的负担。业内人士担心，这项政策恐让本已艰难的小微企业雪上加霜。如今，不少压力沉重的餐饮店已经贴出招聘告示，明确征召满60岁男员工和满55岁的女员工，以躲避社保压力。上海普陀区的一家社区大饭堂近日张贴招聘启事，开出月薪3000元职位，条件是男满60岁，女满55岁，甚至只要求端菜手不抖，走路稳，条件宽松令人关注。更打出待遇优厚、饭肥肉香等标语，吸引不少退休人士投递简历。不仅上海、杭州、北京等地也陆续出现相同情况，甚至大型景区如北京环球影城公开招聘退休人员，时薪达30元人民币，反映出在政策压力下，银发劳动力逐渐成为新趋势。上海静安区王女士表示，退休5年后突然被馒头店邀请返聘，每月薪资3000元，不需缴社保。我真没想到，现在是我们老年人吃香了。杭州的吴先生也透露，当地多家咖啡馆近来大幅裁员，转而聘用退休人员，甚至开出月薪4200元。他坦言，这对我们来说是惊喜，但对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人来说实在太难。网友热议，以前只招35岁以下的，现在换老年人成主力了，真是风水轮流转。有的评论说，70后赶上所有福利，80后赶上所有悲催，老年人开始上岗了，中年人只能回家躺平。尽管聘用退休人员能暂时疏解企业压力，但专家警告，让退休人员返聘涉及劳动法模糊地带，如果工作强度高或缺乏劳动保护，恐增加意外事故风险。同时，年轻人和中年人失业率可能会进一步攀升，就业结构面临失衡。社会舆论则普遍认为，企业之所以倾向聘用退休人员，反映出当局强制社保政策与经济现实间的深刻矛盾。对许多年轻人和中年人来说，这无疑是一场被挤出劳动市场的危机。资料显示，中国企业平均要为员工支付薪资额38%到45%的五险一金，相当于每月额外负担1000到2000元。如果9月1号当局严格执行缴纳社保，许多利润微薄的小型企业恐将苦撑或面临破产倒闭。年轻人和中年人就业面临更大挑战。随着银发族重返职场日益普遍，中国劳动市场将走入畸形，青壮年无业可就，陷入生存危机，民怨激励，社会矛盾上升，将成为中国社会潜在的巨大危机。各种民间事件将不断爆发。中国的劳动市场在当局政策冲击下面临危机，中国的制造业也正面临前所未有的生存压力。中美贸易战持续延烧，再加上产能过剩压力，
制造业正陷入困境。从工资下滑、无薪假到大量临时工制度的兴起，一线工人的日子越来越难过。从广东佛山到深圳龙华，大批工厂面临裁员、降薪，甚至无薪休假。佛山一家橱柜制造厂老板蔡伟告诉媒体，自疫情以来，公司已将人力减半，今年还计划进一步裁员30%。他对员工说：“我们现在是生存模式，几乎只能保本。你们有的在这里工作10几年了，我们一起撑下去。”他的卡地亚国际制造公司正在采取缩短工时、安排员工无薪假等方式，以避免倒闭。今年，美国总统川普计划对中国进口商品关税上调30%，涵盖家具、厨具在内的大量制造业产品。尽管官方公布的城镇失业率仍维持在5%左右，但专家警告，隐性失业正在快速蔓延。事实上，中国制造业工人是贸易战最大输家，即使没有失业，也可能被迫放无薪假或减少工时，实际收入大幅下降。消费者信心创历史新低，7月份的通胀率是0，这并不是物价稳定的利好信号，相反却意味着市场需求疲软和通缩风险。为应对关税和订单减少，蔡伟计划产品降价10%，员工加班从28天下调到10天。对工人而言，就是收入减少，因为加班费曾占薪资的1/3。一位经营3家工厂的方先生透露，他曾一次裁掉30名正式员工，后续只以临时合约方式聘用部分人手，因为临时工没保险，按天计薪，成本低，风险也低。求职无门，中年失业潮正在扩散。46岁的黄先生因房地产行业崩盘后失业，从云南到深圳寻找工作，他已经找了5天，还是一份工作都没有。制衣工张安说，2021年他能每天赚到400元，如今不仅活少，薪资也砍半。他和妻子同在工厂工作，7月份只做了14天，还要筹措1万元的幼儿园学费。专家指出，制造业薪资下滑将加剧通缩压力，尤其在家具、纺织、简易电子品等低技能产业特别明显。中国制造业正处于高压中喘息，当无薪假、隐性失业、临时工制度成为主流时，将不仅是经济模式转变，更是工人生存的现实写照。劳动市场走向畸形，青壮年就业危机，制造业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。就连中国文旅近年来也纷纷大爆雷，各地疯狂兴建古镇、古城，投入动辄数十亿，号称打造文化旅游地标。但如今，这些投资巨大的景区却门可罗雀，纷纷沦为鬼城。人们的荷包憋了，生活压力下，谁还去旅游消费呢？并且各地在政绩导向下的耗资造假工程，谁来买单？四川成都的龙潭水乡古镇，仿造《清明上河图》修建而成，位于成都中心城区。这座仿苏州园林、融合川西民居风格的古镇，总投资超过20亿元，历时4年打造，占地220亩。但开业仅3年，古镇就成了无人问津的鬼城，街道凄清冷落，一间间商铺大门紧闭，石板台阶长满了青苔，栏杆锈蚀斑驳。到访的社交博主感叹，到处都是冷清荒芜，就像一座鬼城，晚上可能连人都不敢走进来。一个人在这个古庙里逛，真的很恐怖。湖南常德桃花源古镇号称还原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世界，投资高达50亿元，占地1600多亩。2016年完工后不久，便陷入经营困境，大量商户撤出，房价崩跌。原本作为住宅和旅游景点的综合社区，开业不到1年就濒临破产，很多已经入住的商户纷纷撤离，很多人亏得血本无归，很多人想把房子卖掉，却根本无人接盘，很多房子因此空置，周围长满杂草。类似的4合院式住房，古镇里有超过700套，总估值15亿元。这些房子挂在阿里巴巴平台降价拍卖，依旧无人问津。桃花源古镇被称为规模最大、
荒废最严重的古镇。湖南著名旅游景区张家界的大庸古城，曾是全国文旅示范工程的古城，由张家界旅游集团投资25亿兴建，融合明清风格与土家族元素，设有文庙、牌坊街、戏台等。2021年试营运，2022年完工，却连年亏损。截至2024年底，4年累计亏损超过10.8亿元，负债高于资产，每天接待的游客不到20人，唯一盈利项目竟然是景区的停车场。如今大庸古城成了资金沉没的空壳景区，也是中国文旅产业遍地烂尾的缩影。湖南省会长沙的潼关窑古镇，号称投资100亿元的文旅项目，以古代陶瓷文化为基础，为再现大唐风采所打造的国际文化旅游目的地。2018年开园，拥有8大博物馆、5大演艺场、数十个景点与饭店，但景区尚未完工就仓促开业，票价高达200元，引发游客抱怨。如今除了游客中心，整个古镇空无一人，大量商铺没有营业，被网友戏称中国最贵的鬼城。我们这里说到的只是全国文旅鬼城的冰山一角。中国问题学者王鹤指出，中国文旅的造镇热本质上是地方政府追求政绩、GDP 考核以及招商的产物。这些古镇不是为了文化，也不是为了市场，而是为了面子，为了升官。而且中共将文化表演化，让假演员取代真生活，把本应有历史记忆的空间变成了廉价景观，留下的只是一堆假文物和假建筑，同时还伴随大量资金流动与腐败问题。这是一大片建筑堆起来，一批批官员倒下去的政绩工程。中国文旅的假古镇现象，反映出文化与市场的深度错位。当文化只剩下表演，旅游只剩下空城，100亿投资也很难振兴。更何况如今经济萧条，消费低迷，当人民的口袋里只剩下可数的钢镚的时候，这样的文旅就更无人问津了。这里是大时局要闻透视，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，请订阅、分享并打开小铃铛，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，在黑暗中点燃希望。